好，我們接下來要關心的是北約史上最大的這個擴軍潮哦，怎麼回事？就在北約峰會這個期間所宣布的事情。德國的部分砸了天價，要增加它的軍費哦，大舉增加。加拿大則是打造這個它的核潛艦，要增加12艘哦。中俄在另外一頭，我們看到這幾天的動作也非常的多，同步升級它的核打擊海上的力量。世界邁向全面的軍備競賽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年的北約峰會特別的不一樣，因為它這當中有一個特別的訊號，全球秩序重新洗牌。過去70多年，我們知道北約一直都是美國在提供這個安全傘，那歐盟當然是跟着這個歐洲盟友都是跟着美國的腳步，但是這套規則在此刻開始是完全打破了嗎？我們來看到呢，就在北約峰會要舉行之際，沒有想到川普這個時候又語出驚人了，他說不排除要接下來撤出駐歐美軍，並且重提說我要來接管格陵蘭，又再次提到格陵蘭。他還批評歐洲的盟友常年太依賴美國了，你們這些國家不願負擔自己的安全責任，所以他非常的不滿。接下來他又說呢，我今天會出席這場北約的峰會，全部都是把面子賣給土耳其啊，因為有土耳其我才出席的。接下來又對土耳其喊話，說我會考慮制裁，对於土耳其的所有制裁重新推動。接下來會給土耳其 F-35戰機來做合作嗎？為什麼川普這時候對土耳其的態度完全改變了？是想要強化北約東翼嗎？這個時候川普的動作，等一下我們一起來做解讀。北約國家是不是也看到了川普不可靠了？所以呢，大動作的在增加快速的這個擴軍，加速武裝。我們看到幾個關鍵的國家都有這樣的動作。首先，德國宣布今年的國防支出4.5兆元，我們把它已經換算成新台幣了，象徵是歐洲最大經濟體正式擺脫長期低軍費的一個路線。第二個國家是加拿大，拍板史上最大的軍購案，它向德國一口氣採購了12艘新一代的潛艦，戰略重心現在好像看起來是完全的要向歐洲靠攏了嗎？它要強化在北大西洋跟北極的戰略布局，而美國另外一個動作是看到美國境內的北約聯合作戰司令部，為什麼這一次首次由英國來做接掌呢？有幾個特殊的動作。我們先來節目一開始請教委員怎麼看北約史上最大的擴軍潮？從德國的動作剛剛提到的，還有加拿大的動作買12艘的這個潛艦，到美軍他的北約指揮首度權力交給英國，這個戰略訊號是什麼？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現在擴大軍備，原因是因為看到因應的是烏俄戰爭，俄羅斯的攻勢越來越強嗎？還是說他們其實劍指整個印太到中國大陸，不把安全依靠美國，要靠自己嗎？那委員怎麼解讀？對，我真的要再一次的高度的肯定跟感謝川普哦，因為我本來怕說他因為陷在了伊朗戰爭的泥淖裡頭，他就忘了他曾經要去把格陵蘭拿走，然後我也怕他因為陷在了伊朗戰爭的泥淖裡頭，所以他又不敢去罵歐洲的這些盟國，就好險他都還記得，所以他還記得他要佔領人家的格陵蘭，他也沒忘記把他的歐洲的盟國罵一遍哦。那麼，因為川普這樣做，那麼當然我可以想象得到哦，就是美國長期以來在全球所建立的這個結盟的組織已經開始全面的瓦解跟崩潰了嘛。因此，你說北約史上最大的擴軍潮，這一點都不意外。為什麼？因為美國不可靠啊，就最主要就是這句話了嘛。當美國不可靠，當美國不會保護他們，當美國不但不保護他們，還要羞辱他們、踐踏他們，甚至當美國還要去侵占他們的領土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會繼續相信美國呢？因此，他們決定自己保護自己了。所以，歐洲現在在做的這個擴軍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歐洲的這些國家決定他們自己扛起他們自己的這個自主防衛的任務嘛。這個是一點都不意外的事情了。坦白講，川普大概也懶得管這件事了，因為川普早就打算把部隊撤回來了哦，或者是少花一點這個精力跟時間在這個北歐的地區。第二個就是說，你會發現這一次的北歐的擴軍潮，他做了幾個很重要的部署哦。那麼最主要的部署哦，大家必須要了解的是，他
這一次是在北大西洋跟北冰洋開始築成一道防線了。所以呢，除了北約在進行擴軍的同時，其實加拿大也在擴軍了。可加拿大跟北約在做的，像加拿大最近買了这個德國的艦艇，它所要做的東西是什麼？大家看一下那個地理位置哦，就是歐洲跟加拿大之間，他們最大的共通點就是北大西洋包含了這個北冰洋、北極海這塊地區。那麼現在很顯然的，他們也意識到。未來隨着全球暖化，這個北極的冰塊開始溶解哦，所以北冰洋的航行已經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情，所以他們也希望他們能夠掌握北冰洋航行的這個權利哦。那麼這一點其實是不難看得出來的。那你說他們做這樣的擴軍，到底是劍指誰呢？當然，我覺得這是歐洲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歐洲國家蠢到就是這。季辛吉已經從他活着講到他死了，然後呢，歐洲國家還是沒聽懂。季辛吉講了一段非常有哲理有智慧的話。他說，歐洲如果聰明，就應該要把俄羅斯納進歐洲的體系，就像當年把德國納進了歐洲共同體一樣，讓俄羅斯進入歐洲的體系裡頭，讓俄羅斯也同樣的扛起歐洲的安全。那麼就可以避免歐洲跟俄羅斯之間莫名的敵意跟對抗，而且甚至當時季辛吉建議說，烏克蘭就應該扮演一個橋樑。大家看一下地理位置，烏克蘭幾乎就是歐洲連接俄羅斯一個最重要的管道。如果烏克蘭能夠扮演這個橋樑的角色，把俄羅斯吸納進來歐洲的體系的話，歐洲就少掉了一個敵人，少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這些戰爭哦。可是歐洲沒做啊。所以歐洲現在在幹的事情是什麼？現在歐洲在幹的這堆蠢事，還是以俄羅斯當假想敵。我說句實話啦，俄羅斯還沒有打北約之前，川普就已經去佔領格陵蘭了。到底哪一個比較危險呢？這北約國家自己都沒有想清楚嗎？但是如果今天歐洲國家他當時在做的所有的擴軍，他真的是目標劍指俄羅斯，甚至劍指跟俄羅斯結盟的中國的話，那我覺得歐洲的這些國家就是蠢上加蠢了。因為其實不管是俄羅斯或中國，他們都無意染指歐洲哦，但是歐洲現在如果在做這樣的一個戰略部署，都是在以這樣的方向來處理的話，原本沒有戰爭的，可能就會有戰爭；原本不會有衝突的，可能就發生衝突了。所以我才不斷的強調說，原本季辛吉給歐洲的是一個真正通往和平的道路跟橋樑，結果歐洲卻走了反方向的路啊。好，所以北約擴軍現在看起來劍指不只是俄羅斯，恐怕還有劍指中國大陸。那現在有一個比較奇特的動作是川普了，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又要說賣這個，可能會給這個土耳其 F-35一起來做這個合作？這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是他想要強化北約東翼嗎？跟俄羅斯有沒有一些關係呢？那幹哥又怎麼看？好，其實我坦白講一句哈。對於北約這個新的秘書長叫呂特啊，他最大的煩惱就是土耳其，你知道嗎？因為北約最東邊是哪裡？就是土耳其。北約的東翼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已經跟北約長期就是貌合神離很久了，你知道嗎？就是你看我也不順眼，我看你也不順眼，為什麼？因為最討厭他的就叫川普，所以川普真的看到埃爾多安啊，就是那個土耳其總統。他看到埃爾多安，那就氣死了。他從4年前就很氣他，然後現在好了，我乾脆自己破冰了。我決定賣你 F-35戰機，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是說F-35很多國家都有了，現在你賣給我，好像對我大恩大德。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土耳其的世仇就是希臘，這兩個國家是水火不容。你有什麼我也要有，我有什麼對方就要有，很奇怪啊！我跟你講啊，你看到全世界沒有2個國家，那東西長得很像哎。土耳其有 M60戰車啊，希臘馬上就有；土耳其現在有這個F-16戰機，希臘也要有。這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也就是在北約國家裡面，2個都是北約哦，可是2個人就互別苗頭，因為他們是世仇嘛。所以從希臘早在5年前就已經得到美國說準備賣你40架，那土耳其為什麼得不到呢？因為土耳其5年前犯一個錯，他偷偷跟俄羅斯買了 S-400防空飛彈。川普就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北約的盟邦背着我跑去跟俄羅斯買了那個全世界號稱最先進的防空系統。你不來問我一下，對不對？我不賣你愛國者嗎？”
因為愛國者跟 S-400是同一個等級的嘛。啊，你不來問我，就偷偷跟俄羅斯簽約，那裡面牽涉到俄羅斯有便宜的石油來換這樣子啦。所以我跟你講，那裡面都是一些就是一些戰略考量嘛。那埃爾多安跟俄羅斯跟普丁達成這個協議之後，川普就沒有饒過他，所以這一次在北約峰會裡面突然饒了他，然後說我要賣你 F-35戰機，這件事情的意義，我剛才說非常重大。也就是說，我已經把禁令打開，願意賣給你了，就對你示好了。這是很大的破冰的讓步。所以我是覺得埃爾多安要多珍惜，他不要等一下又跑去買 S-500。我跟你講，那我們就頭就痛了，你知道嗎？因为北約已經破了這麼一個大洞，然後他現在好像說，對於這個就是土耳其加以安撫的話，那會不會又造成了希臘的眼紅，就不一定了。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看在我們的眼裡面，我們會覺得說，川普又在耍他的，反正他常常會耍這些招數就對了啦，蠻有趣的就對了。好，所以我們也持續來關心。那這個今天的大主題就是這個北約擴軍。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說了嘛，可能跟這個俄羅斯有關係，可能也是要應對中國大陸，把這兩個國家當假想敵。所以同一時間，我們看到最近剛好中俄又在同步的升級有關於核合作。那中國大陸日前我們報道過了嘛，它發射它的巨浪3洲際彈道飛彈，射程超過1萬公里。當然，美國的國務院非常緊張，北約也很緊張，其實日本也很緊張。那另外一頭呢，除了发射這個洲際飛彈之外，中俄還舉行了海上聯合系列的演習。這個演習已經15年了。這一次不一樣的地方是，過去演習都是在海上搜救上面，這一次是遠洋聯合作戰能力。好，這個主軸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另外呢，再來看到是西方智庫說的，中俄近年在核能、防空飛彈，甚至是核生化的防護領域，在深度的結合，而且合作當中，引發北約的緊張，才會有今天的動作嗎？苑老師又怎麼看？這個有關於你剛剛所提到的中俄之間的這個海上聯合演習，哈，2026現在是到了今天，現在是7月8號，還正在進行當中，啊，那麼我覺得的話呢，我首先要強調，大家看新聞的時候，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分離狀態的一個新聞來看，要把它當整體。首先第一個的話呢，我要提醒大家，這個美國帶領了31國啊，進行了第30次，出動了3萬多人的環太平洋軍演，現在正在進行當中。那這個一進行當中的話呢，那個剛開始進行的時候呢，就有這個東風17連續8枚的一個發射，啊，這個就其實很明顯對抗。然後呢，接下來的話呢，就有這個中俄之間的空中演習啊，那中國動的是一個轟6啊，然後那個殲16啊、殲10啊、C1啊什麼的，那俄羅斯動的蘇35啊，還有圖95，那這個都是戰略型轟炸機啊。那個這個就表示啊，就是中俄之間的聯手啊，在對抗。那其實呢，這個現在接下來呢是有關於這個大陸這邊發射了一個號稱是巨浪3了哈，不過我們這邊的一個官員講說是巨浪2了，這個巨浪2的可能性比較不大，因為巨浪3的威脅比較大。那麼日本抗議的最厲害啊，日本覺得說一直強調說你不能飛過我頭頂上什麼的啊，其實真的是指的是美國，因為它這個航程，這個首先啊，這個發的巨浪3有3個特點了，第一個是潛水艇核能潛艦發出來的啊，核能潛艦發核彈的意義就是說第2次打擊，就你如果用核彈攻擊我，我這海裡面浮上來，就大家這個同歸於盡了，是這個演習。然後第2個部分的話呢，就是它的航程經過赤道，其實赤道因為地球是圓的嘛，你航起來的話，就是可以打到這個佛羅里達州了，啊，是針對是美國了。然後第3個重點是這個大陸這個導彈的這個有關於核能力量的話，發射力量非常大，那配上俄羅斯。不過就有關於海上演習2026，我要強調一個重點，就是環太平洋的問題啊。那天在這個節目當中，將軍也講了，這個大家彼此的國家的調度啊、軍令啊都不太一樣。但是請記住，這個中國跟俄羅斯現在軍力系統，他們每一次的演習都在完全的整合當中，所以包含了他們都是合乎邏輯。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說，從核能啊，以及核能的防護啊，以及各式各樣的這個演練啊、操作啊，海上的、空中的、陸地上的，他們完全要演習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們兩國的軍力系統那整合成為同一個系統。那這個是我覺得這個力量對於這個西方國家是威脅比較大的。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